第3章，价值千万的珍珠。夜幕降临，我躺下睡觉，但睡得不太好。鲨鱼的影子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我觉得 requiem 鲨鱼这个词和 requiem 安魂曲有些相似之处，说不清是好是坏。第二天早上4点，尼摩船长派来专门为我服务的仆人叫醒了我。我迅速起床，穿好衣服，来到客厅。尼摩船长正在那里等我。阿隆纳斯先生，准备好出发了吗？是的，船长。请跟我来。我的同伴们呢？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正在等我们。我们现在不穿潜水服吗？现在还不用。我没有让鹦鹉螺号太靠近海岸，我们离马纳尔珍珠滩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小艇，它可以把我们送到准确的登陆点，这样能节省不少路程。潜水设备都在小艇上，等开始水下探险时再穿。尼摩船长带我来到通往甲板的中央楼梯，内德和孔塞伊已经在那里了，对即将开始的愉快旅行感到非常兴奋。5个鹦鹉螺号的水手拿着划桨在小艇上等着我们，小艇已经系在船舷边上了。天还没有亮，层层乌云遮蔽了天空，几乎看不到星星。我望向海岸，但只看到一条模糊的线，它从东南到东北方向环绕了3/4的地平线。鹦鹉螺号在夜里沿着西兰岛西海岸航行后，现在位于海湾的西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片陆地和马纳尔岛形成的那个海湾。在那里，幽暗的海水下，朱姆贝滩绵延20多英里。尼摩船长、孔塞伊、内德兰德和我坐在船尾，舵手掌舵，他的4个同伴拿起船桨，解开缆绳，我们出发了。我们向南行驶，划桨手们并不急于求成。我注意到他们的船桨每隔10秒钟便有力地划入水中，这是海军中常用的方法。当小艇前进时，水滴像融化的铅屑一样，在黝黑的波浪底部飞溅。远处涌来的小浪使小艇轻轻摇晃，一些浪花拍打着船头。我们都沉默不语。尼摩船长在想什么？也许是想到他正在接近的陆地，他觉得太近了，而加拿大人则觉得还太远。至于孔塞伊，他纯粹是出于好奇。大约5点半，地平线上最初的几抹色彩勾勒出海岸线的轮廓。东部地势相当平坦，向南则略微抬高。我们离它还有5英里。海岸线与朦胧的海水混为一体。在我们和海岸之间是一片荒凉的海洋，既没有船只，也没有潜水员。在这个采珠人聚集的地方，一片寂静。正如尼摩船长提醒我的那样，我们提前1个月到达了这些地方。6点钟，天突然亮了，这是热带地区特有的速度，那里既没有黎明也没有黄昏。阳光穿透了积聚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云层，灿烂的太阳迅速升起。我清楚地看到了陆地和一些零星散布的树木。小艇向南面呈圆形的马纳尔岛驶去。尼摩船长从长凳上站起来，观察着大海。他发出了一个信号，船锚便抛了下去。锚链几乎没有滑动，因为海底只有1米多深，而且那里是朱姆贝沙洲最高的地方之一。由于退潮，小艇很快就因水流的力量而转向，水流将它推离了海岸。阿隆内斯先生，我们到了，尼摩船长说。您看到这个封闭的海湾了吗？1个月后，所有采珠船都会聚集在这里。勇敢的潜水员会潜入水中搜寻珍珠。这个海湾非常适合这种捕捞，它能避开强风，而且海浪从不会太大。
这方便了潜水员的工作。现在我们穿上潜水服，开始我们的探险吧。我没有回答，在水手们的帮助下，我开始穿上沉重的潜水服，同时打量着那些可疑的水域。尼摩船长和我的2个同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次新的探险，鹦鹉螺号的船员没有一个跟我们一起去。很快，我们就从头到脚被包裹在橡胶潜水服里，背带将呼吸装置固定在我们的背上。没有人提到鲁姆科夫照明装置。在把头戴进铜制头盔之前，我向船长提起了这件事。那些装置没什么用，他回答说。我们不会潜到很深的地方，阳光足够照亮我们了，而且在这些水域携带电筒是不明智的，它的光芒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吸引来一些危险的生物。尼摩船长说这话时，我转向孔塞伊和内德兰德，但我的2个朋友已经把头戴进了金属头盔里，既听不见也无法回答。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尼摩船长。我们的武器呢？步枪呢？步枪用来做什么？山民不也是手持匕首攻击熊吗？难道钢铁不比铅更可靠吗？这是一把结实的刀，把它系在腰带上，出发吧。我看了看我的同伴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武装起来了，而且内德兰德还挥舞着一把巨大的鱼叉，这是他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带上小艇的。我效仿船长的榜样，戴上了沉重的铜制头盔，我们的空气罐立刻开始工作了。片刻之后，水手们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送下水。我们在水深1米半的坚实沙地上站稳了脚跟。尼摩船长用手示意我们跟着他，我们沿着一个缓坡消失在水下。在那里，困扰我头脑的念头消散了，我出乎意料地恢复了平静。行动的轻松自如增强了我的信心，而奇特的景象则吸引了我的想象力。阳光充足，足以看清最小的物体。走了1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5米深的地方，地面变得平坦起来。在我们经过时，像沼泽中的沙锥鸟群一样，成群的奇特鱼类飞了起来，它们属于单鳍鱼属。唯一的鳍就是尾鳍。我认出了爪哇裸胸鳝，这是一种8分米长的真蛇，腹部呈浅色，如果不是背上有金色条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康吉鳗。在体型扁平呈卵形的鲳鱼属中，我看到了一些色彩鲜艳的鲳鱼，它们的背鳍像镰刀一样。这些鱼可以食用，晒干腌制后是一种叫做卡拉瓦德的美味佳肴。还有属于长鳍带参属的参鱼，它们的身体覆盖着由12块纵向鳞片组成的鳞甲。太阳逐渐升高，海水也越来越明亮，地面渐渐变了样，细沙变成了由圆形岩石铺成的真正路面，上面覆盖着软体动物和直行动物。在这2类动物的标本中，我看到了半膜薄而不等的翅背，这是一种红海和印度洋特有的牡蛎类动物，还有壳呈圆形的橙色满月蛤、锥形的笋螺、一些波斯骨螺，它们为鹦鹉螺号提供了上好的燃料，长达15厘米的骨螺，它们在水下挺立着，仿佛随时准备抓住你的手。长满棘刺的河果螺、蛇形贝、薄壳蛤，一种可食用的双壳类，供应印度斯坦的市场，略带荧光的游动性水母。最后，还有令人赞叹的扇形眼珊瑚，它们是海洋中最茂盛的树枝状珊瑚之一。在这些活生生的植物之间，在水生植物丛下，笨拙地爬行着成群的节肢动物，尤其是齿状蛙蟹，它们的甲壳呈略微圆形的三角形，还有这个地区特有的椰子蟹，以及外形丑陋可怕的鳞蟹。我还几次遇到另一种同样可怕的动物，
那就是达尔文描述过的巨型螃蟹。大自然赋予了它以椰子为食的本能和力量，它会爬到岸边的树上，把椰子弄掉下来，椰子摔在地上裂开，然后它用强壮的蟹钳打开椰子，在那里，在清澈的水下，螃蟹以无与伦比的敏捷奔跑着，而马拉巴尔海岸常见的绿海龟则在岩石间缓慢移动。大约7点钟，我们终于到达了朱姆贝滩，那里数以百万计的珍珠牡蛎正在繁殖。这些珍贵的软体动物通过深色的足丝牢牢地附着在岩石上，使它们无法移动。在这方面，牡蛎不如贻贝，大自然并没有完全剥夺贻贝的运动能力。朱姆贝，它的2片贝壳几乎完全相同，壳呈圆形，壁厚且外表非常粗糙，有些贝壳呈薄片状，并带有从顶端发出的绿色条纹。这些是幼年的牡蛎，其他的则表面粗糙发黑，已经有10年或更长时间了，长度可达15厘米。尼摩船长用手向我指了指那片数量惊人的朱姆贝。我明白这座矿藏确实是取之不尽的，因为大自然的创造力超过了人类的创造力，超过了人类的破坏本能。内德兰德忠于这种本能，正忙着用网兜装满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软体动物。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必须跟着船长。他似乎走在只有他认识的小路上，地面明显升高，我不时地会把手臂伸出水面，然后沙洲的水平面又变化莫测地下降了。我们经常绕过像金字塔一样尖锐的高耸岩石，在它们幽暗的洞穴里，巨大的甲壳类动物像战争机器一样，用它们高高的腿站立着，凝视着我们。而在我们脚下，各种蠕虫，如击沙蚕、甘油蚕、沙蚕和环节动物，则伸展着它们过长的触角和触须。这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它是在一堆风景如画的岩石中形成的，岩石上覆盖着海底植物的丝状物。起初，这个洞穴在我看来非常黑暗，阳光似乎在其中逐渐减弱，它那模糊的透明度只不过是被抑制的光线。尼摩船长走进了洞穴，我们也跟着他。我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相对的黑暗。我分辨出洞顶轮廓奇特的拱起，它由一些天然的柱子支撑着，这些柱子立在花岗岩基座上，就像托斯卡纳式建筑沉重的柱子一样。我们这位难以理解的向导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个水下墓穴的底部呢？我很快就会知道。下了一段相当陡峭的斜坡后，我们的脚踏上了一个圆形竖井的底部。尼摩船长停了下来，用手向我们指着一个物体。那是一只体型异常巨大的牡蛎，一只巨大的砗磲，一个足以容纳1壶圣水的水池，一个宽度超过2米的盆，因此比装饰鹦鹉螺号客厅的那个还有客厅的那个还要大。我走进这个巨大的软体动物，它通过足丝附着在一块花岗岩上，独自在洞穴平静的水中生长。我估计那只砗磲大约重300公斤，这样一只牡蛎含有15公斤的肉，恐怕只有格朗古杰的胃口才能吞下几打。显然，尼摩船长知道这只双壳贝的存在，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我以为他带我们来这里只是想向我们展示一种自然奇观，但我错了。尼摩船长对检查这只砗磲的状态有着特殊的兴趣。软体动物的2片贝壳半开着，船长走近，将他的匕首插入贝壳之间，以防止它们关闭。然后，他用手掀开了那件边缘有褶边的膜状外套膜，那是动物的套膜。在那里，在叶状的褶皱之间，我看到一颗有椰子那么大的珍珠，它是散落的。它圆润的形状、完美的净度和令人赞叹的珠光，使它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出于好奇，我伸出手想去拿它，掂量它，触摸它。
但是船长阻止了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然后迅速抽回匕首，让两片贝壳猛地合上了。我明白了尼摩船长的意图，他把珍珠留在砗磲的套膜下，让它慢慢长大。每年，软体动物的分泌物都会增加新的同心层。只有船长知道这个孕育着大自然奇妙果实的洞穴，只有他，可以说，在培育它，以便有一天把它带到他珍贵的博物馆里。也许，他甚至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通过在软体动物的褶皱下插入一些玻璃或金属碎片来决定珍珠的产量。这些碎片会逐渐被珍珠母质覆盖。无论如何，通过将这颗珍珠与我已经认识的以及在船长收藏中闪耀的珍珠相比较，我估计它至少值1000万法郎。这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自然奇观，而不是一件奢侈的珠宝，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性耳朵能承受它的重量。对这只富饶的砗磲的探访结束了。尼摩船长走出了洞穴，我们回到了朱姆贝滩，身处在这清澈的海水中，这里尚未受到潜水员劳作的打扰。我们像真正的散步者一样分开前进，每个人都随意停下来或走开。我不再担心那些被我的想象力可笑地夸大了的危险。浅滩离水面越来越近，很快我的头就伸出了水面1米。孔塞伊也来到我身边，他厚重的头盔紧挨着我的，用友好的眼神向我致意。但是这段高地只有几英寻长，我们很快又回到了我们的元素之中。现在我觉得我有权这样称呼它了。10分钟后，尼摩船长突然停了下来，我以为他是要原路返回，但我错了。他用手势命令我们靠近他，在一个宽阔洞穴的底部，他指向液体中的一个点。我仔细地看了看，在离我5米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阴影，一直沉到海底。鲨鱼那令人不安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但我又错了。这一次我们也不会遇到那些海洋怪物。那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印度人，一个黑皮肤的人，一个渔夫，无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他赶在丰收之前来刮取一些东西。我看到了他独木舟的底部，独木舟停泊在他头顶几英尺高的地方。这个人不断地潜入和浮出水面，一块夹在他脚尖的石头，同时用一根绳子把它系在他的小船上，帮助他迅速沉到海底。这就是他全部的工具。当他到达海底大约5米深的地方时，他跪下来，随手把朱姆贝装进他的袋子里，然后他又浮上来，倒空袋子，再次拿起石头，重复他的操作。整个过程只持续30秒。潜水员没有看到我们，岩石的阴影遮蔽了我们，而且那个可怜的印度人怎么会想到，在水下竟然有人像他一样的生物，在监视着他的行动，不放过他捕捞的任何一个细节呢？他多次上浮和下潜，他每次下潜只能采集到10几个朱姆贝，因为他必须把它们从紧紧附着在沙洲上的坚韧足丝上撬下来，而那些牡蛎中有多少不含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的珍珠啊！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他有规律地进行着他的操作，半个小时内似乎没有任何危险威胁到他。我开始熟悉这种有趣的捕捞景象。突然，就在那个印度人跪在地上的时候，我看见他做出了一个恐惧的手势，站起来，准备冲向水面。我明白了他的惊恐，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那个不幸的潜水员。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它斜着身子前进，眼睛闪着凶光，张着血盆大口。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一动也不能动。那只贪婪的动物猛地一甩尾巴，扑向那个印度人。印度人向旁边一闪，躲过了鲨鱼的咬噬，但没有躲过鲨鱼尾巴的撞击。鲨鱼尾巴击中了他的胸部，把他打倒在地。
这一幕只持续了几秒钟。鲨鱼转过身来，翻过肚皮，正准备把那个印度人撕成两半。这时我感到尼摩船长在我身边站了起来，手持匕首，径直走向那个怪物，准备与他肉搏。就在鲨鱼准备撕咬那个不幸的渔夫时，他注意到了新的对手，于是再次翻过身来，迅速向他游去。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尼摩船长的姿势。他蜷缩着身体，以令人钦佩的沉着冷静等待着那条可怕的鲨鱼。当鲨鱼向他猛扑过来时，船长以惊人的速度向旁边一闪，躲过了撞击，并将匕首刺入了鲨鱼的腹部。但这还没有结束，一场可怕的战斗开始了。鲨鱼可以说发出了怒吼，鲜血从他的伤口中喷涌而出，海水被染红了。那浑浊的液体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直到在一片清澈的水域中，我看到勇敢的船长抓住鲨鱼的一只鳍，与怪物肉搏，不断向敌人的腹部猛刺，但却无法给予致命一击，也就是说，无法刺中他的心脏。鲨鱼挣扎着，猛烈地搅动着海水，产生的漩涡几乎要把我掀翻。我本想帮助船长，但是由于恐惧而瘫痪，我僵在原地，无法动弹。我惊恐地看着战斗的各个阶段，船长被那巨大的重量压倒在地，鲨鱼的下颚像剪刀一样张得大大的。如果不是内德兰德像闪电一样迅速，手持鱼叉冲向鲨鱼，并将他那可怕的武器刺向鲨鱼，船长就完了。海水被鲜血染红，被鲨鱼的动作搅得翻腾不已，他以难以形容的狂怒拍打着海水。内德兰德击中了目标，那是怪物的垂死挣扎。他被击中了心脏，在可怕的痉挛中挣扎着，其巨大的力量将孔塞伊也掀翻了。内德兰德救了船长，船长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径直走向那个印度人，迅速割断了把他绑在石头上的绳子，把他抱在怀里，用脚后跟猛地一蹬，浮上了水面。我们三个人紧随其后。几秒钟后，我们奇迹般的获救，到达了渔夫的小船上。尼摩船长首先想到的是救醒那个可怜的人。我不知道他能否成功，但我确实希望如此，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潜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鲨鱼尾巴的撞击可能已经对他造成了致命伤。幸运的是，在孔塞伊和船长有力的摩擦下，我看到那个溺水者渐渐恢复了知觉。他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4个巨大的铜制头盔俯视着他时，他该是多么惊讶，甚至是惊恐啊！尤其是当尼摩船长从他潜水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珍珠，放在他手中时，他该作何感想呢？那个可怜的西兰印度人颤抖着手接过了水下之人给予的这份厚礼，他那惊愕的眼神表明，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感谢哪些超凡脱俗的生灵，他们既给了他财富，也给了他生命。船长示意我们回到了朱姆贝滩，沿着来时的路。半小时后，我们又找到了固定着鹦鹉螺号小艇的锚。上了船，我们在水手们的帮助下脱下了沉重的铜制外壳。尼摩船长的第一句话是对加拿大人说的：“谢谢你，兰德先生。这是报复，船长，我欠你的。”船长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仅此而已。回鹦鹉螺号，他说。小船在波浪上飞驰，几分钟后，我们看到鲨鱼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从它鳍间可辨认的黑色，我认出那是印度洋可怕的黑鳍鲨，属于真正的鲨鱼种类。它的长度超过25英尺，巨大的嘴巴占了身体的1/3。从它上颚排列成等腰三角形的6排牙齿可以看出，它是一条成年鲨鱼。
孔赛伊带着纯粹的科学兴趣看着他，我敢肯定，他把它归类了，而且不无道理地归入了软骨鱼纲、板鳃亚纲软骨鱼目、鲨科、鲨属。当我观察那具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时，10几条贪婪的黑鳍鲨突然出现在小艇周围，但它们并没有理会我们，而是扑向尸体，争夺残骸。8点半，我们回到了鹦鹉螺号上。在那里，我开始反思我们在马纳尔沙洲探险的经历，从中可以不可避免地得出2个结论。第一，尼摩船长无与伦比的胆识。第二，他对一个人类，那个他避之不及的种族的代表的无私奉献。不管他怎么说，那个奇怪的人心中仍存有一丝温情。当我向他提出这个看法时，他略带激动地回答说：“那个印度人，教授，是被压迫国家的人民，而我仍然是，并且直到我死去，都将是那个国家的人民。”